人類的終極定律，薛定諤的貓，作者水木然。這個世界存在諸多神奇現象，薛定諤的貓便是其中極具代表性的一個。若能參透薛定諤的貓，便好似看透了世界的本質。首先，世間存在一種奇妙的平衡，你得到什麼，便會失去什麼；你看見什麼，什麼或許就會消失；你擔心什麼，什麼似乎就會真實存在。就好比，為何不建議隨意去做癌症篩查？有一種觀點認為，癌細胞仿佛是有意識的，當你發現它，它便仿佛真實降臨；若你未曾察覺，它似乎就隱匿無形。你對它毫不在意，它也似乎對你不加干擾；而你越是在意，它仿佛越是糾纏不休。這就如同光的波粒二象性，當你觀測的那一刻，光便坍縮了；一旦有觀察者介入，它就立即以量子態呈現在你眼前。再如，當你坦然允許自己焦慮時，焦慮感反而會逐漸消散。當你察覺到自身情緒的那一刻，情緒便開始慢慢褪去。同樣是坐牢，有人坦然接受牢獄生活，有人滿心怨恨，最終結果截然不同。對於完全接受牢獄的人而言，牢獄仿佛不再是禁錮。著名的南非總統曼德拉便是典範，他雖歷經28年牢獄之災，卻從未將牢獄視為束縛，反而在獄中潛心學習，出獄後便登上總統之位。而若一個人始終抗拒坐牢，卻又無奈深陷其中，牢獄便會如影隨形地束縛着他。一個從不接受自己殘疾的人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殘疾人。而當一個人坦然接受自己的殘疾，殘疾仿佛便不再成為他的阻礙。誠如所言，不是樹葉在動，也不是風在動，而是你的心在動。一個真正能夠掌控自己內心的人，便能達到心外無物，心生萬法的境界。這正是王陽明心學的精髓所在。又如，若你的老公酗酒，你整日責罵、厭惡他，只會讓他更加苦悶，酗酒愈發嚴重。但倘若你能給予理解，買來好酒陪伴他，傾聽他內心的苦悶，他便更易沉浸在你的理解與陪伴中，從而漸漸遠離酗酒。叔本華曾說，生命是一團慾望，當慾望無法滿足，便會痛苦；當慾望得以滿足，便會陷入無聊。人生就在無聊與痛苦之間徘徊。所以，你得到某些東西的同時，必然會失去另一些。你所討厭、恐懼、對立的事物，往往會持續存在；而你接納、理解、歡迎的事物，則可能逐漸消散。真正束縛我們的，並非事實本身，而是我們的定義、認知與習慣。正所謂，我是一切的根源。當你做出改變，一切都會隨之改變。你越是在乎什麼，什麼就越顯著存在；你越是拒絕什麼，什麼就越會困擾你。當你修煉到心性圓滿，世間便沒有接納不了的人和事，從此沒有任何事物能夠束縛你，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莊子裡提到，事欲深者，天機淺。凡是你試圖控制的，實際上都反過來控制了你。當你一無所求時，天地仿佛都為你所用。《金剛經》亦云：因無所住而生其心。當沒有任何事物能讓你牽掛時，你便獲得了真正的自由。你眼中越在意誰，可能就越難以看清誰，因為此時你看到的並非對方，而是自己的執念。《心經》裡講，心無掛礙，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。當你內心毫無掛礙，便再也沒有恐懼與是非。自由並非為所欲為，而是內心的解脫。真正令你恐懼的，並非事實本身，而是你對事實的認知。一旦認知改變，恐懼便會隨之消失。你接納什麼，什麼便會消融在你的接納之中；你抗拒什麼，什麼便會因你的抗拒而愈發堅固。
接納如同黑洞，能吞噬一切存在。人生的最高境界，便是允許一切隨時發生。真正的強大並非對抗，而是允許與接納。允許世事無常，允許遺憾長存，允許愚蠢和短淺的存在，允許有人不喜歡你。正是因為這些不完美的存在，才更凸顯出美好的珍貴。生活的洪流不可阻擋，人性也深不可測。無論你害怕與否，它都如此。不妨做最壞的打算，允許一切隨時到來，水來土掩，兵來將擋，見招拆招。如此，你便會成為一個柔軟且放鬆的人。相反，凡是我們無法接納的人和事，都會反覆出現，直至我們接納為止。這些無法接納的人和事，就像一面鏡子，映射出我們的內心。當我們察覺到內心某處存在缺失，產生不接納的感覺時，應第一時間審視自己：我為何會有這種感覺？我內心何處有缺憾？比如，看到別人秀恩愛便心生反感，往往是因為我們內心渴望愛卻有所缺失；看到別人炫耀便反感，常常是因為我們自身不夠自信；看到別人痛苦，可能是因為我們內心也壓抑着類似的痛苦。再如，當我們內心感到無聊時，往往也能迅速察覺到別人的無聊。別人最令你討厭的地方，通常也是你自己難以忍受自己的地方，只是你不願承認罷了。我們與外界的所有衝突，往往源於我們內心的衝突，是本我與真我的矛盾。世界上最難的事，並非原諒別人，而是原諒自己。當我們與自己和解，便與整個世界達成了和解。反之，越是抗拒這種內心衝突，反感和痛苦便會愈發強烈。很多人一生都在與外界衝突對抗，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外界和他人，這才是最大的悲哀。人生最難打破的，便是這種偏見與固執。所以愛因斯坦說，打破一個人的偏見，比崩解一個原子還難。請記住，每一次與外界的衝突和抗拒，都是生命給予的提示，也是靈魂升級的契機。看見它，直面它，擁抱它，包容它，你便能走向圓滿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